就像做梦一样，就是你一遍一遍的上楼梯，一遍一遍的拿起牙刷，但是你一回来一回神，又发觉，哎，你还这个什么都没干，就站在那里。然后我又一遍一遍的拼命的去想抓那个牙刷，然后在嘴里刷了，然后一会儿发觉，哎，我好像又还是没有刷牙，就是反反复复，估计有半个多小时，最后是我先生把我扶下去的，就是他的手扶在我的腰上，我就发觉一会儿他的手在很远处，一会儿他的手又在很近处，其实就是我的神在到处飞，就是我的元神在到处飞，然后没有这个空间感。到最后我上床的时候，当时就是很搞笑。就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好好笑啊！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就开始笑嘛。然后我笑的时候，我发觉我控制不了我的肌肉，然后我就笑，我就止不住了。然后我又觉得很恐怖。我想，哎呀，我连自己都控制不住了。如果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会怎么样？就很害怕，然后又要开始哭。然后哭完之后又觉得，哎呀，我这个想法好愚蠢啊！为什么就是这样就觉得这个，又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愚蠢，又开始笑。然后你在外面就会看到我是在笑笑哭哭笑笑哭哭这个样子。描述的这种状态，它确实有点像是那个鬼压床的时候啊。就是你有时候鬼压床，你想动你的肢体，但其实动不了。或者说你想要醒过来，然后你醒不过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你的神识，它其实它有一部分在你的身体里，有一部分出去了，然后回不来，所以就是一个中间状态吧。就包括你说的那种记忆断断续续，其实也是因为灵体的那种记忆模式和我们身体的记忆模式是两个不同的载体，然后因为你的神识它一直进进出出的或者说是它飘来飘去，所以你的记忆就是断断续续，或者说是很难去记住一些东西。或者说你稍微会记到一点东西，但是因为它在不停的切换嘛，所以你这个记忆它会又瞬间消失，所以你就感觉好像又没有去刷牙一样。就是以前的话，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很难理解，其实现在去想的话，它其实跟出体是蛮有相关性的。包括就是喝酒醉酒之后的这种飘啊，或者说有一种麻，就是它能够减轻人的这种感觉嘛，就是有的人太痛苦，所以他就喝酒，他能去把它减轻。但是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喝酒就是反而是很浑浊。就像我就是，现在甚至连不是甚至本来以前也什么都不碰的，只是去尝试一下。包括喝酒抽烟什么这种我都觉得特别不舒服。就对我来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清醒很清明的一个状态，我喝了酒之后，我反而会觉得它给我大脑就是搞浑浊了，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而且喝酒之后我就很喜欢睡觉，就没有他们说这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啊，什么能减轻痛苦啊，没有这种感觉。对，就是喝酒确实可以让人感觉到放松，或者说感觉到心情愉悦。但是就是如果你本身有较好的这种你本来心情就很愉悦，或者说你不需要去，你没有太多的痛苦去这种需要喝酒去逃避的话，我觉得喝酒就会让人感觉到头脑昏昏胀胀的，会比较像你说的，其实反而不喜欢喝酒，就是跟人的这种身心状态有关系。就如果人是焦虑啊、痛苦啊，对，他需要麻痹自己，对，需要麻痹或者需要逃避的话，酒精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痛苦，你生活过得挺好的，酒精反而就让人讨厌了，因为它味道也不好，然后还会让你的脑袋非常的昏沉。
对，然后我听到有人就是和我相反的，就是我知道酒精不好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以前玩那个英雄联盟嘛，它是需要及时的操作嘛，就是要极致的反应。然后我每次我喝一点，哪怕就是一点点那种1%、2%的，都会影响我的操作。然后我就很生气，就每次我一喝酒，它那个胜率就低了。然后我就想，哎呦，这个东西真的不好，会麻痹神经。但是有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他就专门是喝完酒之后才能放松下来，可能他是过度紧张之后，他放松的这个状态就是正正好好，就可以玩得很好。就有的人可能还是分人，就分体质，过度紧张的人确实需要一些放松，但是其实我还是建议，比如说冥想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去放松自己。酒精毕竟副作用还是挺大的。对，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就包括有的人可能面试比较紧张，他们可能会在面试前稍微喝点酒微醺一下，提升一下胆量，或者说他的这种活泼的感觉。就是每个人还是蛮不同的。哎，那你这个出体的经验，比如说，有没有这种几重？就比如说，你醒了之后发觉还在梦里，然后你再去做什么，醒来，发觉又在梦里，有没有这种几层梦的这种经验？这种情况非常多。我最多的那种梦境可以多达10几重，就是醒10几次。那你不会崩溃吗？就醒来还是梦，醒来还是梦？没有崩溃，只是觉得很惊讶，就是怎么会进到那么深的地方去，就类似于从一个，因为我觉得梦境的层数越多的话，可能你就陷入到一个更深的深渊里面去了，就是怎么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需要这么多次才能回来，而且回来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像你说的，就是出体的时候，或者包括你说你的那种置换的状态，其实对空间啊、时间其实没有什么感知，或者说是扭曲的。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蛮奇妙的，给我更多的是惊讶吧，然后其实没有什么恐惧了。那你还是属于这个老司机这种。要一般人的话，就像我的话，最多就是3层，然后我第3层的时候，我已经快崩溃了。就那个时候还是因为本来是在清醒梦里面，但是我早上要去上厕所，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上厕所你要上的时候发觉，醒来发觉，哎呦，这是个梦。但是最多人也就1、2次，那个时候我有过3次，而且我甚至有，比如说在上课的教室，我知道我在做梦，然后我就是想上厕所，我甚至把那个教室的门牌变成了厕所，就是我一挥手把这个门牌把这个教室变成了厕所，然后我还想在梦里面去上厕所，然后我醒来发觉，哎呦，原来是个梦，然后再去上厕所，上了一半又醒来，哎呦，发觉这又是个梦，然后我又从床上醒来，就发觉，哎呦，这次不能是梦了吧，然后我又去上。就这种3次，然后第3次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崩溃了这种感觉。就是你老是去干一件事情，但是老是干不成，让人感觉到很崩溃的。对，而且我还看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其实他心梗了，就是他加班的时候心梗，然后其实他本身已经倒在那个就是电脑台上了，然后他在他的世界里，就是他拿了一个就是快餐吧，外卖晚上点的，还是寿司，他还说，然后他吃完寿司，把这个寿司扔到垃圾桶里，然后他就觉得很困，他就想在桌上趴一会儿，他就趴在那儿了，趴了之后他就醒了嘛，醒了之后，他又发觉，
这个寿司怎么又在桌上啊？然后他就在想，我前面到底吃没吃啊？然后他又不知道，然后他就把这个寿司再吃完，又扔到垃圾桶，然后就准备回家。回到一半，一开门，他又从桌上醒来，然后这次他就觉得，哎，不，好像哪里不对啊，他就反正看到就是他就再看了一下周围，还是这个样子的，这次没有寿司了，然后他就又打算出门回家下班嘛，然后他走到楼道里的时候，哎，又回来了，又在这个反正就是多少次，然后就是甚至他后面觉得，哎，他好像走不出去了，被困在这儿，然后他就看到一个清洁阿姨。这个时候他终于看到一个人了，然后他就像求救一样，就是想要向他求救，说我怎么出不去了？我怎么一直就一醒来就在这，他就想问他嘛。后来他就转念一想，就他那个时间清洁阿姨还是就不应该出现的，然后他突然就发觉就是不对了，然后直到他发觉他这个哪里不对，就是他不是真实的，他就觉得这个清洁阿姨不是真实的，因为他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间点。然后直到这一刻，他所有的这个梦，他的所有的幻象就开始扭曲，转成一团星，然后他就陷到这个里面，然后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个 ICU 被抢救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脑梗，而他的整个的这个魂魄被困在他原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被困在他睡觉的那个地方，他就反复的起来，他不知道起了多少次。但是我想正常人如果真的经历到这个点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恐惧，而且他会恐惧到就是说会变化出更恐怖的景象，因为他被抢救过来了，所以他就是被强制的拉回到他的体内。但是如果这个人是真的去世了而不知道自己去世的情况下，之前我在我的这些短视频里也说过，就天堂和地狱的真相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你迷离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的宗教要去练这个梦幻梦啊，清明梦啊，清明瑜伽呀，就是你睡觉的睡梦中怎么练啊，就是因为睡梦是一个最接近死亡迷离时候的状态，就很多人他是没办法控梦的，这种情况下你一直在里面打转，你就会产生恐惧，因为我们的无知，就像凯文上一期和我们聊的时候说的就是引用的一段话，因为人类对死后世界的无知，所以会产生恐惧。你这样反复的被困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人就会产生恐惧。那他如果真的去世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在这一小块地方打转，之后因为他的恐惧会产生出更恶劣的幻象，很多这种极致的，因为我们又离开了肉体，在离开肉体之后，人的这种无论是喜怒哀乐都会产生这个至少大于7倍乘以7的这种感官，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再依赖于肉体的这种感知，没有这个连接，所以他会恐惧的就会更恐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狱。如果你能够有很好的感知，比如说你是做好就是去世的准备，是有人来接你的，无论是去世的亲人来接你，还是比如说你信的一些宗教一些美好的神啊，来接你，你都会有更好的这个体验，所以这个体验也会放大至少7倍。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是天堂的这种世界。所以人在弥留之际很难有不好不坏的情况，就甚至我们做梦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有记录梦境的习惯，你也会发觉那些好的和不好的，就是你做的梦都是你的情绪，这个情绪它不会是中庸的，如果是中庸的，你就不会被记录下来，而能记录下来的就是大喜大悲这种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在睡梦中的状态，也能够
更接近于我们死后的一些真相，或者说死亡之后的这种体验。对，我其实非常赞同你刚才讲的这一套理论吧，就是包括出题也是，它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早的去认识到死亡的过程，去了解死亡，然后去学习如何死得更好，而不是在死亡之后因为一些外界的一些原因或者说自身的原因被困在某个地方，或者感觉到恐惧，陷入到一种无法解脱的状态里边。就是包括出题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的意识清醒程度。其实不用讲出题，就说现实中，我们生活中，其实你也会发现，就是有的人他其实一看就是非常有精神，然后他讲话呀、做事啊都是有条理的、清醒的。但有的人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无精打采、浑浑噩噩的，然后可能说话做事都是乱七八糟的，或者说随性而为，或者说是并不是由他来做，而是由外界的影响去施加或影响他，来改变他的行为，或者说他的言语，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修行里面讲的那种定力吧，就是精神的这种定力，还有这种清醒程度，它非常影响到我们，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我们死后的生活吧，我觉得。而且就是我觉得死后就包括很多人这种穿隧道啊，看到光啊，然后比如说有的是有亲人来接啊，有的是天使啊、神啊，各种宗教就不同的人来指引，或者是神来指引，它其实都是一个其实有安排，但是也是和自己的这种气场特别相关的，甚至有的说是黑白无常来抓嘛。其实也是和我们就是这种所处的国家、所处的文化是有关的。像比如说他要你喝孟婆汤嘛，他不可能说就比如说哪怕我们杀猪杀牛好了，你要让猪知道他要杀你，那他肯定他就乱跑。所以说天界有一个，或者说这个阴间有一个这个管理系统，它就是以你最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带你走。然后包括这个喝孟婆汤的时候，有很多这种濒死体验的人，他会说我是比如说走了好久，就黑白无常带着我走了好久，然后好渴好累啊，然后他给了你一碗水，这个水虽然不清澈怎么样，但是总算解渴了，那这个就是那个孟婆汤。就是他们有很多种方法去让你自然而然的喝下这个汤。对，这点我也是比较认同，就是目前这个轮回系统它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非常能够自适应或者说个性化定制的一个东西。每个人他都有最合适的方式去引导你去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所谓的地狱或者天堂，它其实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嘛，并不是说古时候那种地狱的描述就和我们现实以后会遇到的那种，或者说可能会碰见的，其实就可能都是有变化的，它是会根据你的文化呀、你的个人经历啊，它都是有定制的，或者说有升级的。对，这是一个非常完善和成熟的系统，或者说它是一个非常智能 AI 化的一个体系吧，我觉得。就说到 AI， 有的时候我甚至就是一开始 AI 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我清醒梦里的各种 bug 吗？就是它在 AI 在生成一些图的时候，我们
之前不是一直吐槽他会有6个手指啊，或者说他的光影不对啊，他这个牙齿的位置不对啊，然后人的笑容很诡异啊，就这种包括就是文字，尤其是中文字这种看起来是中文字，但是就是认不出来，就是乱码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在清醒梦里很多时候都遇到过。当然不是说非得6个指头人啊，但是我有的时候意识到我是在做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梦境中的一些 bug， 包括就是其实现实中也是有一些 bug 的，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虽然我没有就是说看到过特别大的那种 bug， 但是我有很多时候就其实我是感应得到，就是有一些事情它不是我去推动的。就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次10点钟上午10点钟要开会，然后呢我就是很专注的在看一个视频，在学一个东西，然后到10点钟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可能知道这是10点钟，我忘记设闹钟了嘛。然后在10点的时候，我的头就突然一下子的撇向了右边，然后看到了电脑上面的10点钟这个数字，然后我就想起来我要开会。但是这个突然一下子我的这个头为什么会往右转？这个不是我转的，就是我当时明明是聚精会神的在学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完全进去了，突然一下我的头就转到右边，我就很明显的意识到这不是我在转头，就是就有点像模拟人生这种感觉，就是上面有一个人在操纵你，然后到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干这个事儿，但是你忘了的话，他就会点击取消你的行动，然后把你拉到那个地方，就是有这种感觉。包括有的时候好多次我在睡午觉的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中午睡午觉嘛，因为我在家里面工作，然后我想我就睡一会儿，但是我就快睡过了，我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要么就是一个什么拽我一下脚，要么就是摇一摇我的腿，要么就是整个我的身子在摇，然后我就醒了。那这个是谁在摇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就不是我。对，这种我经历我也有过。当你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去有意识的去感知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的思想不是你就是冒出来的，有些东西就是凭空冒出来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可能都是凭空冒出来的。像那个迈克·杰克逊之前他说他写这个 Heal the World 那首歌的时候，他就是他知道他要写一首很伟大的歌，就全世界最伟大的歌，然后呢他就去把自己放空，然后开车，就在街上开车开那么我也不知道开了多久，但是2-3天之后，这个旋律就自然而然的从他脑中出现了。包括有很多做音乐的人，就是他我看有一个视频，他说就是地狱里面也有人在唱歌，天堂里面也有人在唱歌，然后这个乐曲这个旋律会某些有灵感的人他会接收到，甚至他会唱出一模一样的歌词。之前我在阿纳斯塔夏就是冥想雪松那个书里面他有提到，当这个作者 Vladimir 他就是忘记了这个阿纳斯塔夏的时候，阿纳斯塔夏想在千里之外去连接他就把他的唱的这个他们之前听过的一个，就是他唱给 Vladimir 的一首歌传给这个在地铁上的2个即兴的吉他就是演奏的艺术家，然后 Vladimir 在路过地铁的时候，他就听到了这首旋律，一模一样的歌词，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他上去问这2个人，你们怎么知道这首歌？他们说就是从他脑海中即兴唱出来的。就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阿纳斯塔夏通过意念传给了这2个歌手，然后这2个歌手联系到了作者，
作者这个时候才想起阿纳斯塔夏，然后他才打开了这个天线，然后阿纳斯塔夏之后就可以用心灵感应去感应到和他对话。所以很多歌手他的这种歌词，包括就是这种地狱里面也会有，这种恶魔也会有，他们会去给某些特定的歌手去放一些欲望淫欲特别强的这种旋律，然后去吸引这个这一类的人去喜欢他们的歌，然后更靠向这种我们只能说恶魔吧，因为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定义，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通常就是指就是被欲望控制的这类人嘛。那天堂这种肯定不是，他肯定是比如说被光被爱，就是也不能说掌控了，就是有爱有光的这一类人，就是这是两类人。对，这种艺术家或者说思想工作者，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或者说生活中接受到这些灵感，其实很多就是通过这种心灵传讯的方式。就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经常会在睡觉的时候，或者说在半梦半醒的时候，会去哼一些曲子或者一些调调，就是那些音乐非常的美妙，它就是直接来到我的脑海里边，然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但是就是因为我没有经过音乐的培训嘛，我就没有那种记录这些东西的这种能力，只是说发生的当时我可能能短时间内去哼一下这个曲调，但是我就能感觉到那些音乐就是非常美妙，它就像是来自于天堂的一样，或者说就是不像是我在生活中听音乐听到那些歌曲。对，说到来到天堂，其实我就是最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最近认识了一个西班牙语的歌手，他其实在就是南美是非常算是很有名的一个歌手。然后当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整体感觉非常不一样，他的眼神非常有智慧，很深邃又有智慧，而且就是人非常nice 和加上非常有幽默感。但是当我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的声音了之后，我就会哪怕是就是前1-2秒，我就会觉得这个是天堂之音，就是他的音色，他唱的歌就是像天使一样的。然后我看整个评论区，就是就所有人都在说这个是天使之音，就所有人的共鸣就是他就是天使，他就是从天堂来的。然后包括他的整个经历也是，就他跟我说到他6个月就会唱歌，然后4岁就成名了。然后我就说你这个肯定是前几时代的。然后他就说你说到这个观点非常有趣，因为他当时在娘胎里面，在腹中出生20天的时候，他就有记忆了，他就知道他在母亲的肚子里。他当时他说他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说他不会再来了，他们告诉他你不会再来了。然后他现在又出现在又变成婴儿，然后他就非常生气。然后我就问他们是指的是谁？然后他说 three figures， 就是3个人影，他们在商讨他在哪里出世，要用什么样的形式。然后他就说他还记得很多前世，当然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和他能够继续的去交谈这方面。但是我觉得6个月就会唱歌的一个婴儿，他不是什么6岁，我没有听错，6个月，这肯定不是说，就是我相信很多有这种天生才艺的人，他就是自带的，而且他是有使命的。像比如说，我觉得我有很强烈的感觉，这个人的使命就是把天堂之音带到世上，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这份美好，这就是他的使命。
对，就是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带着任务来的，他的人生目的就是做这个事情。而且很多这种很小就是有很出色的才华，他绝对不是说我这一世怎么样，肯定是很多世的一个积累，肯定不是今生才学会的。就很多小孩子他生下来就可以讲很多的故事，或者说唱一些歌，我觉得都很神奇。他就是有天赋，这种天赋就是前几世练的。对对。所以现在我就是，虽然就是说以前我有一种观点，就是不赚钱的东西我就不学，我就很实际的一个人嘛。金牛座就是很实际，这种哎呀赚不到钱，或者说包括唱歌这种，我以前就不怎么去关心，因为它不赚钱嘛。后来我就发觉当我有这样的观念了，我就发觉，哎，这一世我一定要多学一点东西，我可以带到下一世。你管它这一世有没有用，我先学了，反正都会沉浸在自己脑子里的。尤其是智慧这种东西，你看多了，你去聊多了，你去体验多了，然后和这一类的人去接触，然后会有一个精神方面的交流，然后再慢慢的提升，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带到下一世的。对，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会带一部分到下一世的，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睡觉嘛，我们睡觉其实就是在出题，然后我们一出题，我们每天经历的这些事情、这些记忆、这些感受，它都会迁一部分到我们的灵体里边，或者说我们灵魂的信息存储中心吧。挺有意思的。我们俩聊了这么久 ，Kevin 有没有想说的？ Kevin 在出题了。没有，我听你俩聊的挺好的，我很多地方我都想表示赞同，但是我就不打断了啊。你们说的特别对，就像那个电影《海上钢琴师》嘛，他那个生下来没有人教他就弹钢琴，弹的就特别溜嘛。那这个不是转世带来的好处，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没有人生下来会对一个事物这么熟练，肯定就是他前世是钢琴家嘛，这个我是完全认可的。然后我在那个你们聊的同时，我在看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摘抄一些，在这儿清修呢。哦，你也是打算去净土的吗？啊，对呀，我也要去啊。哦，我认识一个师兄，他就是修净土的。哦，真好。真好。他现在每天雷打不动2个小时念经，然后各种就是安排好了。然后他之前开始念的时候会给我发照片，他在他的那个车里面，然后他是上面是就是他早上开出去，包括早上念经的时候他开出去，然后比较早嘛，就是天亮之间的那个时间点，然后他这个车棚是开着的嘛，他就会停到一个地方，然后有几次他就是念着念着，一束光，清晨第一束光打到他有一个菩萨的画像，就是他那个光正好打到这个菩萨的一个手中，然后他就拍给我看说菩萨显灵了。然后一次就是不光是只有一次，好多次他念着念着的时候，这束光就会打到不偏不就是就不一点都不偏，正正好好打到他的这个手中间。显灵了。就是我觉得你有对这个极乐净土应该是很有见地，因为他对于梦境的构造啊，包括这些创造啊，我觉得就是他讲的很多东西也同时影响了我吧，就是让我对这种佛可以去创造一个世界宇宙空间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更加坚定了。因为他会讲嘛，如果这个空间是比较少的灵体创造的，它是比较容易改变的。那如果说像这种阿弥陀佛呀，然后以及众多菩萨以及那么多众生的共同的愿力所铸造的这样一个极乐净土，我觉得一定是值得我们
去期待的，或者说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修炼的场所。对，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建的国家嘛，就是所有人这个建立起来的国家，不容易散。那如果是部落的话，对吧？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是听他讲完很多东西之后，我会对这个极乐净土产生更强大的信心吧。所以我虽然也不怎么念佛哈，然后不像你那位朋友那么精进虔诚，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能去的。而且他已经计算过了嘛，是10万，是要念到10万是吧？还是多少？他是那个带着计数器的，他不对，是10千万还是1000万？忘了他是什么数字了。就是说他一年他想3年之内就念到这个是1000万嘛，然后他一年要念这个数字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他就分3年，他说如果我每天念2个小时，我3年之后就能达到这个念多少就是法号是这个吧，他那个就能达到这个技术，然后他还单独买了个计数器。我觉得像他这么虔诚，一定是100%可以去的。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用怀疑，就他已经做到了非常好了。他这个人其实在世俗里边也非常厉害。他很早就做到财富自由了。然后所以我必须要这个地方打断一下。所以啊，很多朋友们啊，你们看，财富自由的人依然是有很强大的精神信仰和往生的这种给自己找一个好去处的意愿，并不是说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只是针对那些很绝望的、很贫穷的人的哈。这个大家不要有这种误解。应该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而且他说他念佛2-3年，之前他会有就是经常的这个失眠，睡不着觉嘛。因为这个压力特别大。他之前在这个忘了这个脑袋就反正就是很厉害的。这个当然就是压力也很大，工作压力很大的地方，所以他有那种失眠。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压力大、失眠，然后内分泌紊乱。然后他之前用这个，他先是入这个针灸，因为之前是针灸治好了他失眠。他自己自学了，不是自学，他去上课，在这边上了针灸之后，他发觉针灸只能治疗这种机体上的不适，帮你这个通一下这种，但真正的身体其实是由心灵控制的。所以如果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能又回到我这个说法了，就是能控制自己不要有这么多杂念。我们每天的看的信息量，尤其是现在人啊，就是看这种短视频啊，各种信息爆炸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拿起手机来就会不自主的，根本不是你的自我意识在控制，你就要去刷这些视频，而你刷多久也不是你自我意识的控制，无非就是比如说太晚了，你第2天要上班了，或者说你要弄孩子了，你要干什么了，你才停住。而你想停下来时间，你是从来都停不下来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完全就不是由你自己控制了，是吧？包括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对吧？你每天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除了就是我们吃喝拉撒、上班、带小孩那些时间段比较忙，你没有时间去多想。但是你一旦停下来，这么多的杂念全都是在耗自己的脑子。而如果你能把这些能量集中，首先就是平静，静下来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你能把这些能量集中于你真正想的，比如说你想去净土，你就去念一些法号佛号，然后去修这个。之后他就发觉他念佛的2-3年之内都没有生过什么大病，最多就是一个小感冒，然后很快就好了。还是有一定的显化的，我觉得。他觉得这个显化非常大，而且就是因为他也要管理团队嘛，有一些人就是不听管的。如果是以前就是他发下去的什么任务，那个人会不理的，就不做。和国内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如果以前他就会生气，或者说他要想办法或者说不让他这个人在这个团队或者怎么样。
他现在就是放宽心了，他不去做的话，他就会告诉客户，这个人可能没有时间，还帮。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